这是一个富二代的故事，他被骗了家产，还进了监狱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逃出了牢狱，与夺走他财产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智慧的较量，最终成功地夺回了自己的家业。本来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但是他却没有过上快乐的生活，反而整日郁郁寡欢，感觉生活没有了意义。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为什么很多人在解决了物质问题之后，却没有感受到幸福呢？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源泉，每天阅读一本好书，寻书中黄金屋，赏书中颜如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英国心理学家罗伯特·戴伯德的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。这本书以英国经典童话《柳林风声》为背景，讲述了蛤蟆先生在夺回家产后如何走出心理阴影的故事。书中主角蛤蟆先生因为情绪问题去寻求心理咨询，作者借心理咨询师的口，通过这本书向我们传达了一些实用的心理学知识。读了这本书，就像跟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聊了10次天，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情绪走向和成长阶段，最终找到自己的幸福人生。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蛤蟆先生看心理医生的精髓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怎样感知自己的情绪？其次，在人际交往中，每个人都有的3种自我状态。最后，找到人生方向，高情商让自己快乐。某个网络论坛上有个热门问题，有时候会突然感到很消沉，是怎么回事？你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谁没有一时的情绪低落啊？等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空虚感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问题，它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世界隔绝，对生活失去信心和热情，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，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爱。这样的心境如果持续不改善，就可能引发一些有害的行为，例如过度饮食酒精，甚至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因此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情感状态，并在有需要时及时寻求帮助。要想及时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化，我们可以使用情绪温度计。这是一个有10个刻度的工具，最低的刻度表示心情非常低落，甚至有自杀的念头。中间的刻度是5，表示心情一般般，不太好也不太坏。最高的刻度是10，表示心情非常高兴。我们可以在纸上画出刻度，然后自问一句话：我现在感觉如何？回答这个问题要尽量客观，还原当下的心态。比如，我感觉很开心，今天和久别重逢的朋友相聚了，还品尝了期待已久的美食。如果下周有空闲的话，还想再和他们见面。这时候情绪温度计大概在8以上的刻度。今天我感觉很累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不过只要忙完这阵子就可以放假了，希望那时候能好好休息一下。这时候情绪温度计在5到6之间，不是很好，但还有希望改善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时，总会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因为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影响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当我们不清楚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时，可以先回忆一下，最近的生活是充实而忙碌的，还是焦虑而空虚的？再想想这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感觉。书中的蛤蟆先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：我感到很难过，很沮丧。大概3个月以前，我觉得生活没有希望，我甚至想过做出极端的事情。朋友们都对我失望，可鼠说我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。獾对我像父亲一样严肃地指责了我，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。总结完这些之后，蛤蟆先生在情绪温度计的刻度1和2之间画了一个标记。当我们感到很消沉、很无助的时候，总希望能从外界得到帮助，希望朋友或者专家能给我们一个神奇的灵丹妙药。但本书却告诉我们，如何才能变得更好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心里，向内探索原因，才是解决情绪问题的根本方法。人的3种自我状态，在了解了情绪温度计和心理治愈成功的秘诀之后，我们来看看第2个重点：
人生的3种自我状态。心理咨询师认为，我们刚出生的时候，只有几种基本的情绪，随着我们的成长，这些基本情绪逐渐演化成为更细致、更复杂的行为模式。这些行为模式构成了自我的核心，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，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行为。我们的行为模式可以比喻为一个调色盘，最初只有红、黄、蓝3原色。随着我们作为个体的成长，我们的情绪和反应变得更加独特，就像原色混合出各种不同的色彩。这时候，这个调色盘就叫做自我状态。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每个人的情绪虽然有细微的差异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自我状态，分别是儿童自我状态、父母自我状态和成人自我状态。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这3种自我状态的含义。首先是儿童自我状态。儿童自我状态涵盖了我们在童年时期经历过的所有感受，包括快乐、深情、愤怒、悲伤、恐惧等。这些感受是天生的，没有人教过一个小宝宝如何快乐或悲伤，但小宝宝却能自然的笑或哭。这些感受构成了自然型儿童。但随着孩子的身体日渐成熟，他的情感世界也变得丰富多彩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还有其他因素会对他产生影响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父母。大部分父母都会尽力去养育孩子，但大多数父母本身都是普通人，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耐心温柔。有时父母也会硬着心忽略婴儿的哭泣声，怕惯坏了他们。但婴儿并不是一无所知的，事实上，婴儿会根据父母的行为和观点，从经验中学习一套生存策略，并发展出一套行为来应对父母和其他人。这时候，小宝宝已经不再是自然型儿童，而是逐步变成了适应性儿童。我们的人格是由最初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所塑造的，它们构成了自我认知的核心，并且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行为选择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我们已经成年，我们仍然会受到童年经历的牵制，陷入儿童自我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们的行为和感受都像一个孩子。儿童自我状态有以下几种表现。当遇到比自己强势的人时，我们会感到害怕和紧张。当他们批评我们时，我们不会去反驳，而是选择服从取悦对方。蛤蟆先生就常常处于儿童自我状态中，虽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，但只要有人用严肃的语气责备他，哪怕对方的指责没有道理，他也会感到恐慌和不安，然后违心地顺从他人的意志。还有些人在陷入儿童自我状态时，会表现出任性或无理取闹，这也与他们的童年有关。想象一下，当父母对孩子说这个玩具不能买的时候，很多孩子都会以闹腾耍赖来争取父母的同意。当他们长大后，面对不如意的现实，内心就会回到童年，开始无理取闹。任性的原理也是如此。面对父母的时候，孩子们无法随心所欲表达自己的愤怒，但他们会生闷气不理人。这种行为习惯也被保留了下来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些状态和行为并没有错，毕竟谁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但他们导致的后果一般都很负面，比如会被人笑话。更严重的后果是，这些行为在告诉别人自己就像个小孩一样，是个失败者。这种负面影响就是蛤蟆先生抑郁情绪的根源。如果放任不管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。那么要怎么解决呢？我们在视频后面一起详细说明。在说完儿童自我状态之后，我们再来谈谈父母自我状态。有一句话你可能听过，我恨我的原生家庭和父母的所作所为，但我却越来越像他们。有人说这是基因的原因，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简单。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几种基本的情感，但随着成长的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。最先接触的人就是父母，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刻。
从他们那里，我们学会了所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，他们的言行决定了我们的童年，也影响了我们的未来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变得和你的父母一样时，那就是你进入了父母自我状态。父母自我状态有以下几种表现。第一种是挑剔型父母状态，这个很容易理解。父母可能会对孩子说这样的话：你看，你又把衣服弄脏了，你怎么就不懂事呢？当一个人处于父母自我状态时，他也会开始对别人指手画脚，甚至严厉地批评对方。蛤蟆先生的朋友獾就是挑剔型父母状态的代表，他总是不满意蛤蟆先生的做事方式，还经常对蛤蟆先生说：没有我，你什么都做不好。第二种是审判型父母状态，审判型父母像法官一样，指责别人，给他们定罪，然后理所当然地惩罚他们。还有一种特殊的审判型父母状态，他们审判的对象是自己而不是别人。这类人总是在自责自己，觉得自己一事无成。有人说，我错了也要反思啊，这难道也不对吗？要注意，审判和反思是不同的。反思是为了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，从过去中学习经验和教训，但审判是一味的给自己加上枷锁，告诉自己我什么都做不好。听到这里的你，可能已经开始反思自己了吧，并且开始在脑海中思考如何摆脱儿童自我状态和父母自我状态。其实在心理学上，父母自我状态和儿童自我状态都没有错，他们对我们的生存都有重要作用。比如儿童自我状态其实是源于自我防御机制，保护我们在小婴儿时期尽量减少受到外界的伤害，而父母状态帮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能力。如果你偶尔会进入这两种状态下，并不需要惊慌，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。但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困在父母或儿童状态中，不断审判自己，甚至影响到了日常生活，那么就需要学习一下如何从这两种状态下走出来。此时我们需要进入成人状态，在成人状态下，我们能有计划地做决定，能理性且合理地寻找最佳解决方案。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能为自己所用，而不再被父母的声音所驱使，也不会被童年的情绪所围困。而且只有在成人状态中，我们才能学到关于自我的新知识，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。这是其他两个状态做不到的事，这一点很好理解。很多人都受到过时的思想的束缚，对于任何新的知识和观点都持有否定的态度。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呢？有调查报告显示有3个步骤。第一步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负责，这是成熟的基础。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然后就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比如说我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都是因为老板让我加班。我很自卑，都是因为父母总是批评我。这样做只能让我们暂时感觉好一点，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。其实我们的情绪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包括抑郁、悲伤和愤怒等负面情绪，是我们自己让自己抑郁、悲伤的。这听起来可能很难接受，但如果仔细想想，别人并不能强迫我们改变情绪，这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习惯性反应。举个书中的例子，每当有人指责蛤蟆先生，他的大脑就会自动选择使用服从的方式来缓解他人的怒气。只有当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主动干涉和控制的，如果只会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我们就永远无法成长进步。我们要摆脱童年的阴影。第二步就是要付出行动。我们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我能否停止自我批判？第二，我能否对自己更好一点？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我能否开始爱自己？当我们遇到外界或内心的批判时，要及时打断那些消极的想法，深呼吸一下，告诉自己，现在我在自我批判，马上停止这种想法。当我们感到心情低落，
内心空虚时，要找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，然后马上去做。当我们回答了这3个问题后，改变自己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接下来就是第3步，学会原谅自己的父母。我们知道儿童状态和父母状态都受到父母的影响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，也许他们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你，但请试着原谅他们。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历程，比如做一次人生故事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想起很多不愉快的经历，比如父母的冷暴力，但不要急于指责任何人。你可以尝试做一个旁观者，客观地分析事件的因果关系，并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态度，从中获取成长和启示。成人状态下的人都会活得真实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会真诚地满足自己当前的需求，这样可以打破童年带来的固定模式，让真实的自我摆脱过去的牵绊，在自由中成为真正的自己，找到人生方向。情感智力的高低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，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情感智力，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呢？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概念，那就是人生坐标。当我们逐渐形成自我认知后，我们会试图回答2个问题。第一个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如何？我是个算得上优秀的人吗？第二个是我对身边的人看法如何？他是个算得上优秀的人吗？这2个问题可以用算得上与算不上来回答，组合起来就有以下4种可能。1. 我算得上，他算不上。2. 我算得上，他算得上。3. 我算不上，他算得上。4. 我算不上，他也算不上。这4种可能构成了一个坐标系，也就是人生坐标。我们的观念和态度都取决于我们选择了哪种人生坐标。一旦我们在童年确定了自己的选择，我们就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坚持这种选择。比如说在学习上，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不是学习的料，那么他即使有空闲时间也不会去复习，因为他觉得学了也没用，结果考试成绩变得很差。然后他对自己说，果然我就是不适合学习。在工作上，如果一个人听信别人说新来的组长很难相处，他就会带着偏见去看待新组长，发现的都是缺点。然后他对自己说，这个人果然很讨厌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一个人怎么想就会怎么做。在心理学上，这种现象被称为自我实现预言。通过人生坐标，我们可以选择去实现某些自我预言。在我算不上，他算得上这个坐标中的人认为自己很无能，别人都比他强，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命运的牺牲品，经常有我真倒霉的想法。而在我算得上，他算不上这个坐标中的人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，所以他们经常对别人挑三拣四。为了树立权威的形象，很多公司领导喜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对待员工就像对待不听话的孩子一样，用惩罚的方式来教导他们，好像自己是父母一样。这类人通常陷入了挑剔型父母的心态，总是找别人的毛病，经常发火，还用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衡量别人。只有处在我算得上，他也算得上这个人生坐标系中的人，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，与自己和平相处。但要进入这个坐标系，并不是简单的给自己贴个标签就可以了。这个坐标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，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有些人可能在某次经历中达到了这个状态，但没有持续保持，因此又回到了其他坐标中。只有通过行为和态度的坚持，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和他人，才能始终保持在这个状态下。这类人才是真正的高情商人群，他们不仅用理智去思考，也用感情去体验，能够充分认识自我，经常发现自己的优点，同时也能包容别人，与他人有效沟通，协作共赢。可以说，情商高的人能在自我提升和完善的路上走得更远，
处在我算得上，他也算得上这个人生坐标系中的人，才能更容易成为高情商的人。书中蛤蟆先生用了一个方法可供我们参考，他把人生当作一次舞台表演，并且为自己定制专属的人生剧本。过去蛤蟆先生常常认为自己的人生是被安排好的，必然会走向某个结局。此时他正处在我算不上，他算得上的坐标系中，一直过得很不快乐。现在他不再按照既定的剧本走，可以灵活应变，每一个全新的时刻都是一次独特的机会和挑战。哈曼先生认为，所谓活得真实，就是真诚地回应当下的需求，活在当下。我们要活在当下，打破童年时期形成的因果循环，让自己从过去的经历中解脱出来，自由地成为真实的自己。我们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。我们可以用情绪温度计来检测自己的情绪状态，如果发现自己有情绪问题，不要逃避或害怕，而要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。在接受心理治愈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摒弃治病的心态，把每次心理治愈看作是一次合作，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此外，我们通常有3种自我状态：儿童自我状态、父母自我状态和成人自我状态。只有在成人自我状态下，我们才能学习到关于自我的新知识，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尝试进入成人状态，不要被童年时期的情感所困扰。想要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，就要明白人生坐标的重要性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态度去面对他人和世界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。在我算得上优秀，他也算这个坐标系下，我们可以与情绪建立连接，充分了解自己，并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他人合作，这也是情商高的最佳体现。当我们感到抑郁或空虚时，很多人会选择抱怨社会或环境，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告诉我们，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。所以我们不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认知自己身上，向内寻找和解之道。这个世界上能改变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，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。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电子书，免费下载链接我就贴在视频说明栏，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下载阅读。听完这本书后，你有什么收获或感想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收获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本书的内容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或朋友。明天我们一起学习另一本好书。